走！放肆！乖一点，本王会对你负责的。我重生了，前世我的侄女在今夜被掳来，成了摄政王的解药。救命！救命！婚前失贞，凄苦一生。这一世，我绝不会让悲剧重演。嫣儿，姑母来救你了。等等，侍卫还没把嫣儿抓来，我来找啊！放肆！摄政王权倾朝野，永安侯府不过寻常勋贵，若被他发现，只怕侯府上下都要陪葬。我得赶紧离开。我的腰，夫人，您可算下来了。您这是怎么了？怎么连路都走不稳了？没什么，年纪大了。在厢房打坐一夜，腿脚发麻，耽搁了时辰。嫣儿呢？小姐已经平安送回府了。嫣儿没事儿就好，咱们快打道回府吧。记住，绝不可对外透露我与嫣儿昨夜的行踪。是，奴婢明白。夫君，我为你守节10年，你在天有灵，一定要保佑我。千万别让摄政王知道昨夜的人是我，不然咱侯府上下的小命可都不保了。姐姐，你不记得我了吗？城主，很快就会有人来救我们了。多年前我就发誓，若能活着出来，待本王长大，定娶你为妻。本王终于找到你了。输赢！王爷，去查看京城谁佩戴过这种符咒。是。远远看一眼即可，不准碰。是。属下领命。沈玉清，你背叛我！老子在地底下等你10年，你反手找了个25岁的弟弟。侯爷，是他强迫我的。说好的同生共死，永世不离呢？你这个脏人！此人没资格在这里叫嚣。乖乖玉清，你值得世上最好的男子，比如本王。你不要脸！你就喜欢我不要脸？夫人，大小姐来请安了。来了。这一世，绝不能再让嫣儿嫁到那虎狼屋。姑母，我的嫣儿，活生生的嫣儿。沈氏10年无所出，已犯7出之条，今日送还侯府。老夫人，收好休书。是你新婚夜未圆房就去了战场，还在边关纳妾生子，
这10年若没嫣儿的嫁妆，你那老母早饿死了。他操劳10年，你一回来就休妻，你良心被狗吃了。本将如今是赫赫有名的威远大将军，他一个婚前失贞的烂货，配得上将军夫人的位置吗？江家事大，我不愿连累您，才自愿备休。对不起，嫣儿不能给您尽孝。没事就好，没事就好。这一世，姑母绝不会再让你受到半点伤害。对不起，姑母。嫣儿听红姑姑说，您近日总梦魇，才想上山为您求平安符。多亏您及时派人寻找，嫣儿才没被歹人伤害。以后我再也不乱跑了，您别生气。姑母不生气，姑母只是忧心你的婚事。玉衡哥哥风光戏月，谦和守礼，我与他青梅竹马，你有什么不放心的？江玉衡狼子野心，满心算计我侯府陪嫁。若我让嫣儿晚2年出嫁，江家撑不过半年就会原形毕露，到时候看他们还有什么脸面上门。嫣儿，你年纪还小，姑母也只有你一个侄女，实在是舍不得你嫁人。嫣儿也想多陪陪姑母，那我这就去写信告诉玉衡哥哥，将婚事推后。好孩子，算姑母没白疼你。只要我的嫣儿不嫁到那个虎狼坑里去，就不会受委屈。至于其他的账，我们慢慢算。大姐这么做，是不是听见了什么风声？哼，江家如今不过是一副空架子，也就嫣儿心思实诚，非要履行婚约去吃苦。大姐说的对，我也舍不得嫣儿去吃苦。那往后就劳烦您派人拦下江家给嫣儿的信，等她心思淡了，再另择良婿。你明事理就好。前世我和王氏怕嫣儿嫁过去受苦，几乎把我们2个嫁妆都给了她，不然我们永安侯府也不会败落。这一次，我绝不会让将军府那群蛀虫花我们的血汗钱。对了，大姐，外边到处在搜捕抓人，乱得很。近日无事，您少出门。怎么回事？摄政王刚抓了南蛮奸细，圣上特赐他假节钺，并命他彻查相关人士，必要时可先斩后奏。如今京中人心惶惶，都怕摄政王找上自己。摄政王岂止是奸细怕他，我更是不能见他。萧元彻，你虽是百官之首，也无权私审重臣，快放了我们！本王耐心有限，你们主动招供，本王可留你们全尸。我乃天子重臣，官拜宰相，门生遍布朝野，你敢杀我？佛珠的下落查到了吗？应该是永安侯府的东西。应该。京中吃斋念佛的人家不少，只是永安侯夫人更为虔诚，家里有不少类似的佛珠。永安侯府，备车去一趟。是。永安侯府，备车去一趟。是。你去清点库房。好端端的，为何要清点库房？准备提亲。提亲？难道王爷看上永安侯府的大小姐沈嫣了？沈嫣回信了吗？回少将军，还是没有。沈嫣以前每日最盼着与我传信，怎么一连3日都音讯全无？事情办得怎么样了？沈嫣可跟那老女人说提前婚期的事儿了？她这几日都没回信。莫非她知道你和你表妹的事儿了？绝不可能，我与表妹见面极其隐秘，
沈烟那个蠢货不可能知道。如今府里账面一片曲子，沈烟是永安侯府的小姐，好夫人对她疼爱有加，她的嫁妆少不了。不能再等了，你亲自上门去找她，务必把婚事提前定下。姑母，玉衡哥哥已经3日没给嫣儿写信了。幸好书信被我拦了，那江玉衡竟想哄骗嫣儿将婚期提前，真是无耻。许是军务繁忙，给忘了。嫣儿，你先回去歇着吧。夫人，镇国将军府的少将军在府外求见，说是来拜访您和大小姐的。不见。可同行的还有摄政王。他怎么来了？他是怀疑侯府与奸细之事有关，不论哪件事都不容乐观。夫人，摄政王可是陛下的亲叔叔，权倾朝野，咱们得罪不得呀。既来之则安之。备查，请摄政王和少将军进来。我双居多年，不便见客，摄政王失礼了。这声音好生耳熟，难道真的是他？无妨，是本王与江少将军不请自来，叨扰了。不知王爷与江少将军今日登门，有何贵干？回后夫人，我……玉衡哥哥，你怎么来了？这位是……嫣儿，不可无礼，这位是当今摄政王殿下。民女沈嫣，见过摄政王殿下。嫣儿怎么偏在这时候来了？她眉眼与我有几分相似，小元城可千万别看出什么端倪来。半个月前，沈姑娘在哪儿？半个月前，沈姑娘在哪儿？可曾去过城外豹阁寺？回摄政王，半个月前嫣儿一直在家陪着姑母，哪儿也没去呢。是啊，这孩子纯孝，日日守着我这位姑母。嫣儿，你既然在府里，为何这些日子我给你的信，你一封都没回？我还当你出了什么事啊？信，前些日子姑母病了，我寸步不离的伺候，并未见到什么书信啊。怎么会？我分明每日都派人送来。说起信的事，江小将军，老身正有一事要征得你同意。夫人请讲。嫣儿才及笄，年纪尚小，我与他爹娘商议过了，你们的婚期往后延延，等嫣儿满18岁再行婚配。不可！玉衡哥哥，姑母也是疼我，你这么凶干嘛？不是的，嫣儿，我只是太爱你，恨不得立刻娶你过门。你18岁还要3年，我怕我等不了。不是你等不了，是你府上的账面等不了吧？我们沈家的规矩，不到18岁不得婚配。既然江小将军等不及，不如退了这门亲事，另寻良配。沈夫人误会了，晚辈绝无此意，只是什么？只是你们江家早已山穷水尽，急着拿我侄女的嫁妆去填窟窿吗？江小将军，我的意很明确，江家如今是什么光景，你自己清楚。嫣儿是我们沈家的掌上明珠，你若真爱她，我可以给你3年时间重振江家。若是做不到，这门婚事往后就不要再提了。难道在侯夫人眼里，江某竟是这样一个无用之人？一个趴在我沈家人身上吸血的蚂蟥，这一世我绝不会让你如愿。多说无益，
我的话放在这儿，你若不从，大不了我舍了这一品诰命，亲自去御前求陛下垂怜，退了这门亲事。你，我和嫣儿真心相爱，你这老女人竟棒打鸳鸯！江玉恒，你骂我姑母干什么？嫣儿，你看不出她在故意刁难吗？她就是不想让你嫁给我。姑母是为了我们将来着想，督促你上进，你怎如此不知好歹？难不成你也嫌我江家败落？这婚事可是当初你我祖父定下的，没成想你们永安侯府竟这般势力，简直狗眼看人低！放肆！沈老夫人的功臣遗说，先帝御笔亲封的一品诰命，与你父亲同辈，竟敢对老夫人出言不逊！这毛头小子在维护我。殿下，本王倒要问问江老将军是怎么教儿子。他若不会教，本王不介意代操。殿下息怒，在下是一时心急乱了方寸，求殿下开恩，我愿接受提议，这就上战场建功立业，3年后再来求娶。临行前，先去本王的先锋营领50军棍。这般处置，沈夫人可还满意？一切听凭殿下做主，最好直接打死这畜生，省得我还要与他虚以委直。那便照办吧。权倾朝野、冷酷无情的摄政王，何时与侯府这般亲近，竟还替这2个娘们出头？是，下官遵命。我上了岁数，大病初愈，不能久坐，先失陪了。嫣儿，替我送送殿下和江小将军。是，姑母。听见没有？沈夫人下了逐客令，你可以滚了。在下告退。殿下，天色不早了，您不回府吗？天色确实不早，本王乏了，今日想在侯府借宿一晚，不知沈夫人可愿收留？府中今夜只有臣妇与嫣儿2个女眷，殿下外男一个留宿，实在不妥。那若是本王今晚一定要住下呢？他到底想做什么？殿下息怒，姑母独居多年，不习惯与生人往来，府中西院还空着，殿下若不嫌弃，可在那儿歇歇。还是嫣儿懂事。他难不成是在勾引我侄女？不行，绝不能让嫣儿刚出火坑，又掉进他这个万丈深渊。嫣儿，过来，到姑母身边来。是，姑母。红薯，你带殿下去西院。是你，是你。殿下在说什么？可是认错人了。他不愿认我，也是，我们之间相差10多岁，他一时难以接受也正常。罢了，来日方长。本王只是觉得沈夫人有些面善，许是之前见过。殿下真是贵人多忘事，您忘了，那年臣妇进宫拜见您母妃时，还抱过您呢。抱过本王？是啊，殿下那时还是个喝奶的奶娃娃，老身上手一抱，还被您尿了一身。一晃眼20多年过去，殿下您都长这么大了。老夫人说笑了，本王还有要务，先行告辞。你派人跟着江玉恒，看看他从侯府出去之后都去了哪儿，见了什么人，一字不落的给我报回来。王爷，您当真要娶永安侯府的那位沈夫人？那日报告寺，本王强迫了她，自然该对她负责。那王爷
您既然已经认出他了，刚才在侯府为何不和沈夫人说清楚？他怕名声受损，怕年龄悬殊，更怕本王只是一时兴起。那怎么办？继续盯着，江玉衡那边有任何动作都第一时间报过来。还有，永安侯府的大小事都不许瞒着本王，尤其是沈夫人的身子，有任何不适，第一时间请太医过去。是。玉清姐姐，我找了你10年，这次本王再也不会放你走了。猜猜我是谁？如烟，别闹！表哥，你怎么了？可是有人惹你生气了？别提了，那老不死的，竟敢当着摄政王的面羞辱我，还说要推迟3年婚期。什么？3年？你不是说等他一进门就用他的嫁妆赎我出去吗？我是教坊司最低等的罪妓，身不由己，哪还等得了3年？别生气，我肯定会赎你出去。如今虽是我高攀永安侯府，但若是沈烟失了清白呢？表哥，你的意思是？放心，要不了多久，永安侯府就会求着我娶沈烟，到时我就借口多要些陪嫁。等本将拿沈家的嫁妆填了亏空，就把那沈烟晾在后院慢慢搓磨。这将军夫人的位子，早晚是你的。是永安侯府的暗卫。玉清果然聪慧，知晓派人盯着，不忠不贞，怎么配得上我侄女？去，把她双腿打断！没想到这2人在京城的时候便已经勾搭上了，还敢这么算计我的嫣儿！这个畜生，真当我们永安侯府没人了吗？姑母这是怎么了？谁惹您生这么大气？少爷，您不知道，那江家小将军竟为了个烟花女子想算计小姐清白，还想用小姐嫁妆填补将军府亏空。好个江玉衡，竟然做出这种事情！姑母莫要气坏身子，侄儿这就给那卑鄙无耻的小人一点颜色瞧瞧。哎，这孩子，前世江玉衡是靠着抢昭儿军功才混上镇国将军的位置，是该让昭儿亲自出这口气。谁？放开我！我可是镇国将军府的人！敢辱骂我姑母，还算计我妹妹！我的腿！姑母，我真没想到那江玉衡是这种人，一想到他流连教坊和烟花女子厮混，还口口声声说爱我，我就觉得恶心。嫣儿妹妹别哭，哥哥已经替你出气了。真的？小姐，夫人，奴婢听说江小将军在喝花酒回来的路上，让人套麻袋给打了一顿，双腿都被打断了，不躺上个1年半载，是站不起来了。奇怪，我只打断了他一条腿啊！你干的，可有善后？忘了，不过侄儿半路想起来，折返回去时，摄政王的暗卫已经帮忙打扫了现场。萧元彻，他为什么要帮我们？难道他是想抓侯府的把柄？姑母，求您替侄女去将军府退婚，侄女死都不要嫁给他。好，姑母依你，咱们这就去断了这孽缘。我可怜的儿啊，哪个天杀的敢下这种毒手？别让本将查出来是谁，否则定要10倍偿还。儿啊，如今你受了重伤，这婚事更不能拖了。没那沈烟的嫁妆，咱家连你的药费都快凑不齐了。夫人，少将军，不好了！永安侯府带了一大帮人堵在门口，说要退婚。什么？你什么意思？
带这么多人堵门，欺负我们孤儿寡母吗？江老夫人，臣妇今日是来退婚的。这婚约是你家侯爷在世时亲口跟我家老将军定下的，你凭什么说取消就取消？就凭你儿子江玉衡在婚前与教坊司罪迹不清不楚，满心算计我侯府嫁妆。他怎么知道这事儿？今日我永安侯府正式与郑国将军府解除婚约，这些聘礼悉数退回。好歹是郑国将军府公爵门第，就这么点聘礼啊！我要是沈家大小姐，我早就闹着退亲了。这亲不能退，不然谁来填我将军府的亏空？恒儿的腿也必须用上好的药材医治，不然留下残疾怎么办？今天敢退亲，我就闹到狱上去！好啊，江小将军在侯府出言不逊，刚被摄政王罚了50军棒，你尽管去闹，看你儿子断了腿，再挨那50贯死不死？你别给脸不要脸！你别忘了，你父弟还在战场，我家老将军还有不少旧部，你信不信我让他有去无回？你当我永安侯府就没人了吗？哼！你永安侯府比我郑国将军府又强到哪儿去？不过是有几个臭钱罢了，在强权面前算个屁！要不是看在老将军和侯爷的份上，你以为我会让你侄女进门？你非要退亲也不是不行，把你侄女嫁妆送来，就算两家结过亲事，我儿就当休妻了。你真是好大的一张脸！我若不同意呢，那你永安侯府都别想有好日子过。江老夫人好大的口气，竟敢威胁一品诰命！他怎么来了？郑国将军府教出这般品行败坏的子孙，还敢威胁诰命夫人，是不将国法放在眼里？臣妇一时糊涂，口不择言，还请殿下恕罪。江玉衡昨日公然辱骂朝廷一品诰命夫人，今日本王是来带他去领50军果，进去抓人。殿下，我儿腿都断了，求殿下开恩。没事吧？多谢殿下今日出手辅助，老身感激不尽。无妨，本王还有事，先行一步。王爷慢走。沈玉清，萧元彻，此仇本将若不百倍报之，誓不为人。姑母，你瞧，妹妹性子沉稳不少，也算因祸得福。姑母，哥哥又打趣我。夫人，出事了！江玉衡让人抬着去了太师府，见了太师魏庸。魏庸，那老狐狸是太后亲哥哥，更是萧元绰的死对头。江玉衡找他准没好事。查到他们谈了什么吗？太师府守卫森严，暗卫进不去。不行，那畜生准没安好心，我们不能坐以待毙。姑母，侄儿这就去派人盯着，绝不让人钻了空子。嫣儿，你这段时间绝不许出门。魏庸阴毒，什么下作手段都使得出来。你们听说了吗？那永安侯府的老寡妇居然勾引摄政王，真的假的？那沈夫人不是守节10年了吗？谁知道呢？为了攀附权贵，还真是什么都干得出来，真是老不知羞。王爷，谣言一夜之间传遍全城，这样下去，属下担心沈夫人会承受不住啊！敢拿她的清誉做文章，魏庸，本王看你是活到头了。备马进宫。大姐，您看看，这些人畜生不如，竟这样编排您。臣妇守节实在，现在竟成了他们嘴里的谈资。好不容易和摄政王撇清关系，若因这流言蜚语惹他恼怒，牵连侯府，后果不堪设想。去查，若找到传流言的人，一律送到官府。沈家若无权势，便永远是案板上的肉。前世昭儿被江玉衡陷害，率领100人都能在3万敌军中取下敌方将领首级。这一世，我的昭儿就该扬名立万。你去将昭儿唤来。昭儿见过姑母母亲。昭儿，姑母问你，你想不想去边关从军？侄儿想。姑母，侄儿做梦都想和姑父一样建功立业，只是母亲怕我出事。你有志气便好，姑母已替你打点好。这是从军文书，
今日便出发去找李老将军。可外面的流言还没解决，侄儿担心。他日你若能建功立业，自不会再有人敢说什么。家中的事有姑母在，你无需操心。这里有10万两银票，记住，万事小心。我们全家等你平安回来。侄儿定不负期望，拿回沈家荣光。姑母、母亲，昭儿定不负你们期望。夫人不必担心，王爷说李老将军是他的旧部，会多加指点的。你是说摄政王？王爷得知您想让少爷从军，当天就办好了文书，还特意写信给李老将军，只许保他性命无虞，不可给他走后门，要少爷凭本事立功。姑母，跑慢点儿，别摔了。那些造谣的无赖被抓了，听说被打得半死，连魏太师也被陛下叫进宫，骂得狗血淋头。这放眼京城，恐怕只有摄政王有此等手段。大姐，这摄政王不会是看上嫣儿？母亲，您别乱说，我与摄政王总共只见了一次，我倒觉得摄政王是看在姑母的面子上帮咱们呢。你个小丫头，乱说什么？他定是恼怒，和我这寡妇扯到一起，才出手解决的。嫣儿才没乱说，没准摄政王是因为小时候尿了您一身，觉得愧疚呢。你这丫头敢打去你姑母！不管怎么说，摄政王帮了我们这么多，不如我们改日请他来府上吃顿饭。本王觉得如此甚好，择日不如撞日。沈夫人觉得呢？难道摄政王真看上嫣儿了？正好借此试探下他到底想干什么。能请殿下吃饭是侯府的荣幸。嫣儿，你去吩咐厨房，今晚多做些菜。是。此番嫣儿能顺利与那江家退婚，还要多亏了殿下帮忙。沈姑娘蕙质兰心，那江家小子本就配不上她。她年岁尚小，不急着出嫁。不过若她有心仪的儿郎，本王定会亲自替她调查人品家世，保她一生顺遂。竟是要帮着相看夫婿，看来他对嫣儿确实无意。可若不是为了嫣儿，他堂堂摄政王到底图什么？这是些安神的糕点。左相是太师的学生，他勾结奸细，被本王斩杀。太师对我怀恨在心，不想竟牵连到你，是本王的疏忽。此事也有姜玉衡的手笔，殿下不必自责。昭儿的事还要多谢您。昭儿文韬武略皆是不凡，是我们大雍的好儿郎，去了边关定能有一番作为。我的昭儿自然是好的，辛苦大姐这些年操持，家中事都安定了。黄副将明日便到京城了，您不如去见见。黄副将是我大哥旧部，大哥走后一直惦念大姐，这些年也多亏他照拂。大姐，我和夫君都希望您能有个伴儿。本国律法也支持女子改嫁，黄副将虽是武痴，但我瞧对您是真心的。您若有意，不妨与他试试。姑母，您就去见见，侄女也不想以后出嫁了，没人陪您。那好吧。本王吃饱了，天色不早，本王在贵府叨扰一晚。摄政王果然喜怒无常，为了侯府安危，今日过后还是不要来往的好。红薯，你带殿下去西厢房安置。王爷，属下听说那黄副将身材魁梧，若沈夫人真看上他怎么办？等黄副将今夜一到京城，立刻将人请来王府，就说黄副将战功赫赫，本王甚是钦佩，想与他好好切磋武艺。是。黄副将，我家王爷钦佩您武艺，特向陛下为您请了先帝御剑，邀您与王府武夫切磋。好剑，不过本将明日有要事，可否改日再切磋？黄副将，这剑陛下只借了一日，日后再借恐怕难啊。好，那就今晚。黄副将，我家王爷说了，请您务必全力以赴。我都这把岁数了，哪还有人愿意娶我？一会儿见黄副将，也是看着侯爷的份上。你们等会儿切莫乱说话。大姐您风韵犹存，黄副将也神武不凡。黄副将，您这是怎么了？无妨，累到了而已。黄副将，你刚回京，不必这么急着来拜访，先回去好生歇息几日。那我改日再来看你。黄副将这般虚弱，没准身上还有不少旧伤，还是再给您看看其他人选吧，不然您嫁过去还要再操劳照顾他。王爷，您练武时间到了。
王爷，您武功又精进了。摄政王真是英姿不凡，身手矫健，倒是比那皇副将强不少。若非心狠手辣，倒不失为良配。您觉得呢？哼，瞧他那样，像个开屏的孔雀，不知在勾引谁。你去看着点嫣儿，可不能让他掉进摄政王这个火坑。玉清姐姐这是何意？难道还惦记着那个黄树将？北城边境最近不太安全，你将黄副将叫去驻军，无诏不得回京。殿下，北城可是离京城最远的边城，您这不是公报私仇？属下这就去办。一切尘埃落定，总算可以安心睡一觉了。红叔，你又来替我盖被子啊？过来，别站着了，上来一起睡吧。是男人的声音。你是谁？怎么会在我屋里？来人！沈夫人别喊，不是你们要本王同他而眠了吗？萧元彻，他怎么在我床上？萧元彻，他怎么在我床上？难道又是做梦？这身上的味道好好闻，让本王觉得很熟悉。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一定是在做梦。你这狂徒又到梦里来做什么？看来沈夫人经常梦到本王，怎么，梦里本王让你不满意了？没有经常，也就一次。哦，那你梦见本王什么了？萧元彻，他怎么在我床上？难道又是做梦？这身上的味道好好闻，让本王觉得很熟悉。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一定是在做梦。你这狂徒又到梦里来做什么？看来沈夫人经常梦到本王。没有经常，也就一次。哦，那你梦见本王什么了？说来听听。梦见你一剑把我夫君砍得魂飞魄散。报国寺那晚，臣妇也是被迫的。你正值英年，何苦对我一个老太婆阴魂不散？我夫君征战沙场，为国战死，我自当为他守节。你不要再来我梦里了。一口一个夫君，你还挺惦记那老邓。你敢对我亡夫不敬！你为什么会在臣妇床上？你到底想干什么？你疯了吗？你为什么会在臣妇床上？你到底想干什么？你疯了吗？半月前，本王调查敌国细作时，在报国寺中了敌人的推情报，危急关头，是一名女子舍身救了本王，替本王解了身上的余毒。既是如此，摄政王当感激他才是。是，本王心怀感激，所以命暗卫四处调查，查到那女子离开报国寺后进了永安侯府。定不是我家嫣儿，嫣儿当天就被我带回去了，不可能是王爷的救命恩人。是呢，本王记得那女子拄着拐杖，自称是永安侯府的沈夫人。他竟然记得，那他今夜定是来找我算账的。好不容易重来一世，我绝不能再看着永安侯府走下坡路。殿下息怒，我也是被迫的，是您没看清。您要杀要剐，冲我来，切莫迁怒我家人。姐姐，你这是干什么？本王只是想让你负责罢了。负责？殿下，你切莫开这种玩笑，你这样容易把臣妇吓出什么好歹来。你没事吧？要不要请御医来给你诊治？对不起，都是本王不好，本王不该这样吓唬你。殿下，您是听不懂人话吗？臣妇差不多40，论岁数都可以当你母亲了。没那么大，本王月份比较早，满打满算沈夫人也就大本王10多岁罢了，便是叫姐姐也是使得的。殿下，你到我家来到底想干什么？本王是一个非常保守的男人，只会钟情于自己的第一个女人。既然沈夫人和本王有了肌肤之亲，本王希望能够求娶沈夫人。求娶？不行，我是一个老实本分的寡妇，我要为我夫君守一辈子寡的。本王也是一个传统保守的人，既要了你的身子，又怎么能不负责任呢？你才25岁，连子嗣都没有，你娶我是指望我不惑之年老蚌生珠吗？如今陛下年幼，本王将她视作亲子。她登基前，本王承诺过，此生只有她一个孩子，本就不准备要自己的子嗣。反正臣妇是不会嫁给你的，你快走，莫叫人看见。你不要名声，我还要呢。若让我弟媳一家看见，为了侯府清誉，
我就只能一根白绫吊死在这儿了。姐姐莫恼，本王走就是了。我找了姐姐半个月，没有一夜安枕，唯有闻着姐姐身上的檀香才能入眠。本王保证只睡觉，什么都不做。若是我一味拒绝惹恼了他，他一个不高兴把我们全家砍了怎么办？留下吧。姐姐晚安。看他这样，竟让我想起昭儿和嫣儿小时候躺在我怀里午睡的样子。说到底，他也不过是个25岁的孩子了。殿下既然醒了，就赶紧离开。怪不得人家都说岁数大的会疼。本王要去上朝了，晚些时候再来看你。老身恭送王爷。不可坏了姐姐的名声，得从窗户出去。沈夫人，这是王爷命属下送来的。这根簪子是德妃娘娘留下的，王爷说就当做定情信物。这些银票房契也是王爷孝敬您的。他竟将母亲的遗物送我，难道他是认真的？夫人，您可起了，宫里来人了，太后懿旨邀您进宫参加赏花宴。来了。夫人，今日太后要邀您进宫，怕是想替她哥哥出口气呢，不敢动摄政王，就专挑咱们这软柿子捏。好了，兵来将挡，随我进宫去吧。皇叔，朕是在思考，真没偷懒睡觉，您别抓朕去操练。想什么呢？你未来皇婶知道你喜欢吃城西的糕点，特意让本王去买的。您真准我吃这些？自然，你未来皇婶的话，本王不敢不从。未来皇婶？那现在呢？现在是永安侯府的沈夫人啊。永安侯已经死了，你就不嫌你皇婶年纪大？年龄算什么？小黄，快来，皇叔给咱们带了糕点。你赶紧吃，吃完随本王去赏花宴。不去，打死都不去。太后每次办宴都没安好心，一直念叨魏家如何忠心，烦都烦死了。陛下若是不去，可就见不着你未来皇婶了。真的？你把玉清姐姐也请来了？对了，她还有个亲侄女，与你同岁，生得跟画里的天仙似的，性子温婉乖巧，还写得一手好字。天仙？皇叔，你怎么不早说？你等着，朕去换身衣裳就去。王爷为了沈夫人，还真是费尽心思，担心太后刁难沈夫人，特意请陛下去撑腰。魏庸刚吃了亏，太后是他亲妹妹，今日定不安分。玉清姐姐前半生已经足够辛劳，既然本王找回了她，以后就不会让她再受半分委屈。谁能想到杀伐果决的摄政王，爱一个人，竟会连这些细枝末节都处理得如此妥帖。哟，这不是永安侯府的沈夫人吗？我还当您有了摄政王撑腰，连太后的懿旨都不放在眼里了呢。太师夫人说笑了，太后的懿旨臣妇自然听。倒是夫人你，何该好好管教家仆，免得他们再出去散布谣言，构陷诰命，连累太师大人被陛下训斥。你胡说八道！臣妇乃先帝亲封一品诰命，论品级，比你这二品夫人高出一截。你见我不行礼，还敢出言不逊，谁给你的胆子？你以为你又能得一道启示？你个满脸皱纹的老太婆，真以为摄政王会看得上你吗？魏夫人，慎言。臣妇见过陛下，见过摄政王。见过陛下，见过摄政王。沈夫人刚刚说的没错，见了一品告会不行礼，是该罚。陛下，您说呢？皇叔说的没错，魏夫人不知礼数，弃夺二品诰命，回家自省。不要！陛下，摄政王！
摄政王怎么对永安侯夫人态度这么好？传言不会是真的吧？闭嘴！敢妄议摄政王，你舌头不想要了？你就是沈夫人的侄女沈嫣。民女沈嫣见过陛下。免礼。朕听皇叔提起过你，说你纯孝，字也写得极好。他带陛下过来是给嫣儿牵线的。嫣儿是你侄女，自然也是我侄女。她的婚事，我自该放在心上。沈玉清，凭什么我儿子成了废人，你的侄儿却前途无量？我绝不会让你好过的。我守寡10年，心如止水。30多岁了，被人这么护着，竟该死的受用。红薯，发生何事了？夫人，前面房子塌了，堵了路，咱们只能绕小路回府了。好端端的，房子怎会塌了？夫人，不对劲，咱们快走！杀了这女人，重重有赏！杀！夫人，快走！想跑？你是谁派来的？为何要杀我家夫人？要怪就怪他惹了不该惹的人。玉清，玉清，你没事吧？可有受伤？没事。疏影，抓活的，务必审出幕后指使。无招，无招，是魏夫人让我们杀他的。摄政王，你这是做什么？带人擅闯我太师府，就不怕我去御前参你吗？魏丞相，你不如问问你夫人，买凶杀害朝堂命妇，该当何罪？我不知道他在说什么，我被陛下罚了思过，怎么会买凶杀人呢？魏夫人，杀手已经招供，我劝你还是老实交代。若是闹到御前，你丢的可就不只是诰命。你个蠢妇，构陷一品诰命，你是想造反，还是想找死？我还不是想给你出口气。人是我找的不错，但出主意的可不是我。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。林玉清害你丢了诰命，你就不想报复吗？本来郑国将军夫人是要活捉沈玉清，派人毁他清白，我于心不忍，只想给他个教训。谁知那些杀手怎么就下了死手？疏影，你即刻调动禁军，将太师府和镇国将军府的人通通拿下。魏雍停职查办，魏夫人和镇国将军夫人构陷刺杀朝堂命妇，即刻下狱。是。殿下，我真的只是想给他个教训，没想杀他。送你回去。这几天给你添了不少麻烦，谢谢了。玉清姐姐若真想谢我，不如给本王一个名分。
胡闹！作孽，快40岁的人了，竟被个小年轻搅得心神不宁。萧元彻，萧元彻，你疯了！半夜爬陈父的窗户，要是被人看到，我就真的没脸见人了。我想你了，就来看看你。你快回去！被我夫弟夫媳看到，像什么样子？我不回去。玉清姐姐，好不容易找到你，我再不想和你分开了。你说什么？玉清姐姐，你真的不记得了吗？你送永安侯灵柩回乡御乱军，在水牢里救过一个小男孩。撑住，马上就会有人来救我们的。姐姐，你叫什么名字？要是我们能平安出去，以后一定会回来找你。那个孩子是你，那个孩子是你，是我姐姐，你终于认出我了。那日在报国寺，我可是一眼就认出你了。你那日不是……姐姐，我是认出你才会情难自禁。当年我被送回宫中，却再也找不到你，我早就发誓一定会娶你。我找了你15年才找到你，别推开我。可我已经老了，我现在的样子，在我心里，你永远是那个救我命、护我周全的姐姐。无论你是20岁还是40岁，本王娶定你了。我已经快40了，我不能耽误你。我不管，在我眼里，你一点也不老，你永远都是个害羞的小女孩。可我比你大10岁，不过是比我多看麦子熟了10次罢了。等陛下亲政，本王就带你去辽东。听说那儿的麦子1年能熟2季，本王早晚会赶上你的。到时候你再也不能嫌本王年纪小了。哪有人这么算的？所以，玉清姐姐，别推开我好吗？给我一个机会，疼你，宠你，让你后半辈子为自己活一次，好不好？罪过，罪过啊！我沈玉清守寡20年，清明毁于一旦不说，如今竟还沉迷男色。给我一个机会，好不好？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。沈玉清怎么还能被那小子勾玉的神魂颠倒？夫人，您这莲华经都抄80遍了，手腕不酸吗？喝口燕窝补补身子吧。胡说什么？我这是在为永安侯府祈福。夫人，奴婢说句掏心窝子的话，要不您就成全了摄政王吧。奴婢实在不忍心看他日理万机，怪累的。你怎么知道？你怎么知道？夫人，我很难不知道啊。夫人您放心，咱们小佛堂位于侯府的西北角，人迹罕至，除了我们几个心腹，绝不会有外人知道的。奴婢嘴巴可严了，这……夫人，奴婢想问您一件事，不知道当讲不当讲？讲。可是摄政王身边的暗卫说他们王爷天赋异禀，奴婢就说哪有这么厉害的人，这不是吹牛吗？您快给句准话。你这缺根筋的丫头，什么话都敢往外蹦！
好了，你不要再说了，给我出去！夫人，幸好嫣儿不知道这件事，否则我干脆一头撞死在这佛像前算了。不行，我得出去透透气，再待在这里我会被羞出病来。哎呀，王爷怎么和大小姐在一起？好你个萧元彻，白天还来招惹我的侄女！姑母，摄政王殿下太过分了，他简直欺人太甚！告诉姑母，是不是那个混蛋欺负你了？你放心，就算是摄政王，姑母今天也扒了他一层皮。玉清，我没欺负他。姑母，我以为摄政王是好心拿糖葫芦给我吃，没想到他竟然逼我管他叫姑父。你刚刚说摄政王让你管他叫姑父？对，他还说只要我叫一声姑父，他能让我以后在京城里横着走。姑母，他今年才25岁，却让我叫他姑父，他这不是在变着法的羞辱人吗？果然是孩子心性，竟然为了拔高辈分，逼嫣儿叫伯父。好了，嫣儿，摄政王脑子不太好使，你别跟他一般见识。你先回房去，姑母去替你教训他。姐姐轻点，轻点，耳朵要掉了。你堂堂摄政王，竟想让嫣儿管你叫姑父，你怎么想的？本王只是想要个名分，总不能一直当见不得光的拼妇吧？只要他叫了我姑父，我这辈分不就提上来了吗？以后咱们的事儿公开了，也顺理成章，不是？荒唐！你今年才25岁，我快40了。你是当朝摄政王，权倾朝野，我一个寡妇，这世俗的唾沫星子也能把我们淹死。你到底明不明白？我们是不可能的。世俗算什么？本王想要的人，谁敢说半个不字？姐姐，只要你点头，所有的风雨，本王一肩担之。我不闹，快走吧，以后别大白天来府里，惹人非议。你这丫头胆子也太大了，等会儿好好给摄政王道歉，不然万一他怪罪下来，咱们侯府都要遭殃。嫣儿，你们怎么来了？怪不得你逼我叫你姑父，你竟敢觊觎我姑母，你个登徒子！沈夫人，沈姑娘，本王对玉清姐姐是一片真心，此生定会护她周全，绝不让她受半点委屈，还望成全。完了完了，这下老脸丢尽了，定要被他们说是不守妇道。大姐，您可算想通了。你们不怪我，不觉得给侯府丢人？瞧您说的，您守了大哥10年，独自拉扯大我夫君，撑着这个侯府受了多少罪？好不容易有个真心疼您的，我们高兴还来不及呢。就算你是摄政王，也不能强迫我姑母，不然我沈岩就算拼了这条命，也绝不放过你。嫣儿，姑母没白疼你。好侄女，你放心，本王必视她如命。哼，姑母，如果您改嫁到摄政王府，以后又没有子嗣，能立我爹当世子吗？呵呵，别说世子，你叫我一声姑父，王侯将相，什么都当得。殿下，那西院就一直给您留着了，往后您就把这儿当自个儿家，常来住。多谢沈夫人成全。夫人，边关大捷，表少爷立功了。什么？少爷带500亲卫奇袭敌营，烧了粮草，还活捉了敌国太子。李老将军的捷报刚进京，陛下龙颜大雪，说要封少爷为安国公呢。昭儿，好孩子，你做到了，你终于拿回属于你的荣耀了。别哭，这是大喜事。我就说昭儿是个将才，绝不会让你失望。是大喜事。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沈昭年少有为，勇猛无双，特封沈昭为安国公，领镇西大将军衔，赏黄金1万两，良田1000亩，钦此。多亏您教导有方，咱们沈家后继有人了。我就知道哥哥是最棒的。安国公老夫人，接旨吧。臣妇接旨。你看，
本王说过，沈姐会长盛不衰。多亏了你，如今嫣儿婚事有了下落，昭儿前途无量，我这辈子好像没什么遗憾。本王还有一个遗憾。什么？你还没嫁给我。可……玉清姐姐，我知道你在顾虑什么，你放心，没有人敢非议你，他们只会羡慕你，嫉妒你。守了10年的贞洁牌坊，我沈玉清也该为自己活一次了。好，我嫁。玉清姐姐，我定会八抬大轿，名正言顺的娶你进摄政王府。劳您看在我和嫣儿10几年情谊的份上，通融一下，让我见见老太君。我们将军府如今实在周转不开，想借点银两渡过难关。我家小姐和你哪来的亲？别乱攀亲戚。我家夫人说了，你再敢来就打断你的腿，还不快滚！给我等着，我的腿马上就好。建功立功，定要让你们好看。江玉航，还想跑？赶紧还钱，给我打断他的腿！别，我不会跑的，你们再通融通融，等我建功立业，10倍还你们钱。哼，谁知道等你建功立业是还钱还是报仇？给我打！听说没？沈小将军连获战功，被圣上封为安国公了。这是历来最年轻的安国公了吧？你们说的沈小将军是谁？沈昭啊，就是你买凶陷害的永安侯夫人的侄子。哦，现在应该是安国公夫人了。安国公府现在如日中天，你等着被清算吧。我儿子不比沈昭差，他马上就会凑够钱赎我出去。等他以后上战场立了功，你们再见我都得恭恭敬敬跪下磕头。你还不知道吗？你儿子被债主围堵，刚长好的腿又被打断了。什么？不可能！怎么会这臣样？恳请陛下下旨，赐婚臣与安国公府一品诰命林氏林玉清为摄王正妃。殿下不可！林氏年近40，一守寡食于在，您贵为摄政王，怎能娶一爽妇？天下人会耻笑的。是啊，殿下，京中贵女任您挑选，何必娶一个半老徐娘？简直是有伤风化！玉清是先帝亲封的一品诰命，是功臣遗孀，品行端正，哪里配不上本王？况且你们纳得了年轻女子为妾，本王如何就娶不得她？本王这辈子非她不娶，谁若再敢诋毁她半句，休怪本王剑下无情。皇叔求娶林氏，那是天作之合，朕准了，即刻拟旨，册封林氏为摄政王妃，择吉日大婚。夫人，不，王妃，陛下给您和摄政王赐婚了。什么？王妃，您不知道，王爷在朝堂上为了您，把那群顽固老臣全给怼回去了。他竟真的说到做到。没想到人至中年，我又嫁出去了。姐姐，到家了。一拜天地，二拜高堂，夫妻对拜。前世沈家败落，我含恨而终，今生重来，织女得幸，侄儿丰功，而我终遇良人。玉清姐姐，你今天真好看。都30、40的老女人了，有什么好看的？在我眼里，你永远是最好的。
谢谢你，愿意嫁给我。该说谢谢的是我，谢你等了我10年，让我在不惑之年还能为自己活一次。以后再也不分开。此生不弃。皇叔，您真要走吗？朕还想多仰仗您几年。本王如今寻到心爱之人，又终于等到陛下长大了，摄政之权也该归还。姑母，您这一去辽东，山高路远，侄女不知何时才能再见您。你若舍不得，就和姑母一起走。皇婶，您和皇叔放心去，有朕在，不会让人将嫣儿欺负了去。好，那嫣儿就交给你了。陛下，嫣儿，臣与玉清就此别过。终于离开京城了，感觉整个人都轻松了。从今往后，你只是我的妻子，再也不是什么永安侯夫人。那你是谁？前摄政王？我是你林玉清的丈夫，一个要去辽东种麦子的农夫。就你还种麦子，别把月苗当杂草拔了就不错了。我堂堂摄政王，什么学不会？不就是种麦子吗？我肯定能种出全辽东最好的麦子。等到了秋天，漫山遍野的麦子熟了，我们就坐在田埂上，慢慢数。好，慢慢数，数一辈子。